为什么中国的专制主义绵延几千年，一直到今天还如此的专制？专制延续这么久的文化深层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巨婴化与父母关系里是中国文化这个生态环境下天然共生的一对关系？今天我们继续读《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读到国家与社会之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教混合体和弱民之术这3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以帮助自己查杀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希望中国文化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国家与社会之中国的专制主义。我们在前面聊过，中国人的个体无力做自我组织，必须由国家去组织。中国人的身是由人伦与社群关系的心去组织的，至于中国社会，则是由亲民式的专制主义去组织的。这种政治具有很浓厚的家长式统治的味道，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只是一种行政上的管理关系，前者对后者还有教化的功能。因此，在中国式的专制主义底下，政与教是合一的。政与教的混合体，在中国文化的结构中，和是一条最基本的文法规则，就如同阴与阳、中央和地方、天和地等等都可以合起来一般，政与教在中国文化中也是混同一体的。良知的国有化，中国式的政教混合体就是将老百姓儿童化，也就是将老百姓当作是被教化的对象。然而，凡是正常成长的个人都会自己做主的，尤其是有关良知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成年人都应该是一个良知主题和权利主题。中国人的不成长可以由无序私生活这一点看出来。私人领域的不发达，使人的童年阶段无限延长，自我难以成为一个强大的内省基地，于是也很难产生与公共意识截然分判的私人意识，以及理应属于私人范围的良知领域。而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也有被模糊化的倾向。在只有政教之争的西方，就很难出现这种情形，因为每一个人只有在国法范围内都是属于国家管辖的。在良知的问题上，则由教会去打理。在宗教改革将教会的权力打掉以后，每一个人就直接以自造的良知向上帝负责，而上帝绝对高于国王的。在上帝死亡了以后，每一个人在不犯国法的情形下，就成了他本人的良知主宰了。然而，在中国文化里是没有超越凡事之上的上帝这个因素的。中国式的天理就是在二人集体之间才能完成的心，因此在结构上就决定了个人不应该有明确的自我疆界的，自然也很难出现大公无私领域以外的合法的私人范围。在中国式的政教混合体底下，确实也是没有私人良知领域与公共行政领域之分的。传统士大夫的理想就是内圣外王之道，也就是从正心诚意出发，到修身与齐家，然后到治国平天下。这个过程是由内而外连成一片的，是一个不可切断的延续体。谁也不能否认，在现代中国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大变化。然而，这次变动虽然达成了建国的任务，却无法动摇文化的深层结构，反而它必须借助文化深层结构的文法规则，才能去完成这项任务。结果到头来，深层结构变成了真正的胜利者。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曾说，他不明白为什么像中国那样富于人情味的一个民族，却会出现2000多年的专制主义。其实费正清这个中国通对中国还未通，因为中国人的人情味正是专制主义的基础。当然，中国人的人情味表现是多方面的，然而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则变现为一种类似亲子之情。从来没有一个政权像今日的中国人民政府那样，将中国文化中亲民的理想在如此大的规模上实现。试问，世界上有哪一个政权能够使14亿人都有饭吃、都有工作做，而且还做到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然而，他却要求人民交心，这种安排却是完全符合中国人的人民性的。因为身体化的中国人格在能够安身有一口饭吃的条件下，是不反对让自己的良知被国有化的。礼乐与行政，弱民之术。中国式的专制主义既然是家长式的，
政府与老百姓之间就被比喻成亲与子的关系。历代的政府都是以爱民如子做自我标榜，而子民也将统治者的家长形象内在化，因此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教养方式也就成为了政府对老百姓的政治行动的比喻。一般来说，中国人的上一代对下一代是养起肉体，教起如何与人保持和合，教而不听就会触动到罚，而惩罚的对象也是身体。因此历代以儒家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政府总是标榜德化的功能，也就是以礼乐治国。至于行政则只具有辅助作用，至于纯粹提倡行政者则为法家。因此儒家与法家的不同在于，一个强调前者也谈行政，不过却将其放在了次要位置。历代的事实是这样的，可以肯定的是，除了秦朝之外，后世的政权都比较在运用礼乐作为行政的掩饰。弱民之术，老子认为政府一方面应该将老百姓喂饱，并使他们筋骨强壮，另一方面用虚其心与弱其志的方法去掉他们的灵魂，常使无知无欲，永远也不会有自己的想法。至于已经开了窍的知识分子，就要用法子使他们不敢为。这种主张并不是一家一派的观点，而是中国文化的身体化倾向的一个表现，因此是来自文化深层结构的一个表现。至于在正常时期，那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在下面即将指出，政府当局尽量不让老百姓去知道、去接触、去理解干部们才有资格去指导和接触的事物。这种措施背后的逻辑似乎是，干部是成人，因此自然可以去做一些成年人才能做的事，老百姓是被教养的对象，因此自然不该去接触儿童不宜之事。将老百姓儿童化是中国统治者弱民之术的一个主要内容。即使在充分暴露于外面世界影响之下的台湾，也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形。然而中国老百姓自身也必定有儿童化的一面，才会如此俯首帖耳地让统治者将自己当作儿童来处理。上面说，中国人他治他律的人格是必须由外力约束的，他们人格不成熟的最明显的外在表现，就是对身体排泄物失去控制，是应该在孩提阶段就学会控制的。然而中国人却终生控制不了，结果必须劳驾到政府去运用运动的方式，如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大陆政府的文明礼貌活动，去执行父母在家庭中的功能，而到头来仍然不奏效。因此就很难说是中国式的专制主义塑造了中国人的人格，还是中国人的人格产生了中国式的专制主义。将人儿童化，自然就是将其弱化。例如老子一贯地认为，弱才是美德，而最柔弱的状态就是出生的婴儿，最坚硬的状态就是死亡。因此为了生存，就必须保持婴儿的柔弱状态。这无疑是在专制主义以及产品主义底下活命的哲学。然而从统治者立场出发，弱民的目的却是为了保证国家强大于社会。在这一点上，表面上似乎与道家小国寡民理想完全对立的法家的专制主义思想，在实质上却证明是与道家相辅相成的。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确实与伟大的英明领袖共处一个时代，并不见得是一件幸福的事。因为除了在下面的人之外，还有谁会为一将功成万骨枯付出代价呢？从列国竞争之势行一统垂赏之法，美国人弱化元首的作风固然造成民强的倾向，但是却没有使国家弱化。因为在现代世界中，民力是国家的基础，如果社会富庶，民智开发，国家就自然富强。至于政府是否也需要强大，倒在其次。至于中国人那一套倒行逆施的做法，是违反在现代世界中生存常识的。他们之所以做出这种自杀性的行为，是因为未能摆脱天下主义后遗症的结果。中国人几千年来都自成一天下，无需和其他国家竞争。至于解决天下的问题，则是如何用定于一的方式去止乱。因此就必须由一个强大的中央去维持秩序。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个中央就绝不允许社会上有任何向他挑战的力量的存在，因此也绝对不要期待他去做发扬民智之举，因为如此去做无疑是要他自掘坟墓。事实上秦刚刚统一天下，就有用焚书坑儒的方式去搞思想统一之举，后世的统治者却没有做得那么露骨，而是采用更高明的做法。例如用一套正统的思想作为晋升之阶，
以便消磨天下俊杰之壮志。关于用科举取士之妙用，唐太宗就曾因一时得意忘形露出了马脚。他说：是天下英雄尽如我口中矣。对待精英知识分子尚且如此，对待亿万的庶民，就自然更加要去维持他们的蒙昧状态了。在大一统帝国内，是不需要讲究培养搞建设的人才的，反而如果一个人太出类拔萃，就必须像防民如防贼一般的防着他，因此就必须动用到互相告密诽谤的方法，去令老百姓彼此牵制。然而在现代世局中，是必须放手去让有才干的人一展所长的，因此就绝对不应再去搞使复之者不敢为这一套。大一统的倾向和中国式政治，中国无疑是一个国家强大于社会的局面，然而中国式的社会又不可以没有国家去加以组织，因此中国式的政治形态必然是从上到下控制的权力结构，而这个权力结构也必定是一元化的。的确，对一个他治他律的社会来说，政治上的多元化就是没有节制的乱的代名词。中国式的政治归根到底，政就是治，它除了定于一的意义之外，还有从上面去纪律下面人的意义，而且这种纪律还必须是家长式的人治或者身教。因此中国人有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说法，歪也是不正的意思，不过下面的人正与不正确实由上面的人决定的，因此说来说去仍然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确，中国式的政治就是由上面正下面，由上面治下面。中国人的老百姓无论过去现在港台大陆都从来没有当家做主过。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的政治与西方的 politicos 有相通之处。 politicos 是指城邦 police 的实物，它具有公民自治的内容，因此是典型的海洋型历史发展途径的产品。政治一词所表现的则是大陆型的大一统帝国的权力结构，并具有由上面纠正下面的意思。这种政治是必须在与权力与思想都定于一的条件下才能实行，与中央一致。因此与中央一致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的一条不因时因地因政治立场而变异的文法规则。在先秦时代，它已经表现为拨乱反正、天下定于一以及上同这一类观念中，其后则更是深深地根植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中国人能否真正的现代化，就要看是否能搬走这一块取消亿万大脑的大图腾。所谓共和，中国这个大一统的天下虽然周期性地趋于瓦解，但是在意图上总是想维持长治久安的，这也是文化结构上的超稳定在政治形态上的反应。为了维持天下的长治久安，中国人就诉诸定于一的方程式，并且对安定团结有无限向往，这就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要求，大家都必须力求彼此的相同，去除相互的不同，个体和局部必须尽量收敛自己，以便促进整体的和谐。中国各地的城镇只是一个大一统帝国内的细胞，而不是自治单位。中国人纵使穿上西装，在骨子里终归仍然是中国人。西式的 Republic 和 Politicos 既然脱胎于城邦的事物，就还是有地方上的自由传统、基层民主的观念，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的城市从来也不是自由的城市，而是一个中央集权下的一元化权力体制下的官吏驻扎地。事实上，从上面举列出的一大串地名就可以看出，中国各地的城镇只是一个大一统帝国内的细胞，而不是自治单位。至于多元化的权力制衡，则必须以党派与个体的局部利益，以及保证这些利益的自主权利为先决条件。这些条件也是没法为中国人接受的。自主权包含有自由的意思，至于中文里的自由一词，却有要怎样做就由得自己怎样去做的意思。因此，在一个定于一才能正于治的文化中，就有造乱的嫌疑。在中国人心目中，对这类名词是没有好感的。这一期的分享暂时到这里，下一期我们聊的话题是从爱到死，小国寡民的倾向和各自为政这两个专题。